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人生许多的痛苦的原因都在于自己盲目的较劲。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，总有给自己挖坑并且怂恿自己跳进去，不仅让自己的心情添堵，还浪费了自己的光阴。当我们遇到生活不痛快时，不妨放宽胸量，用通达的态度来面对，以一颗糊涂的心来待人处事，就会给别人一份快乐，给自己一份轻松，生活也会变得可爱得多。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乌鸦定律足以毁掉你的人生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叶安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喜欢，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乌鸦和鸽子住在一个小森林里。有一天，乌鸦准备离开，就向朋友鸽子告别。鸽子问他：你为什么要搬走呢？乌鸦回答道：其实我也不想搬走，但这里的人对我太不友善了，他们嫌我的叫声太难听，不欢迎我留下来，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。鸽子沉思良久，对乌鸦说了这么一番话：朋友，你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声音，无论你飞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欢迎的。这就是乌鸦定律。如果不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，而是一味地选择逃避，那么问题并不会得到解决，同时还会被更多问题所困扰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就是能时常反省自己，坦然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并努力去改变。改变情绪，遇事不责备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一味的指责，只能让事件更加的恶化。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件事或一个人愤满不满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活得很累。其实并非生活过于刻薄，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，被他人的行为左右着自己的情绪。就像有人在撒谎，你却不能拆穿；有人很厌烦，你却不能翻脸。明明是自己走的路，却偏偏有一些无关的人挑拨。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无可奈何，但遇到糟糕的情绪就表达出来，只能说明你很在乎。看好自己的心和嘴不难，难的是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并适时保持沉默。遇事不责备养，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，也会让事情更好的处理。大文豪苏轼因为朝廷之争，被张纯屡次迫害，一路被贬，坎坷崎岖。最远的一次被贬到了一去1万里，千之千不还海南。恶劣的气候环境折磨着苏轼的身心意志，但是在绝境，他也依然云淡风轻，一笑置之。被贬海南的第3年，宋哲宗驾崩，宋徽宗赵佶继位，朝廷大赦天下。张纯的儿子生怕苏轼回来会报复，连夜写信给苏轼求情，希望可以网开一面。然而苏轼并没有报复这位曾经迫害过他的政敌，反而给他寄去药方，要他保重身体。他在回信里写了这样一句话：但已亡者更说何益，唯论其未然者而已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就不必再提了，好好保重身体吧。面对张纯过去曾给他的伤害，苏轼选择不再计较，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。事情已经发生，即便再责备也无济于事，只能徒增烦恼。学会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，停止指责，学会宽容，生活才会越来越顺，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。改变心态，烂事不纠缠。尼采在《善恶的彼岸》中说：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；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不顺心的事，不愉快的人。如果凡事都要计较对错，到头来只会累了别人，也苦了自己。遇到烂事不纠缠，不仅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智慧。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，很多人都知道。
韩信在受到屠夫的挑衅时，选择忍受着巨大的侮辱，从屠夫胯下跨过，这才有了之后的败将封侯、破旗灭相，走上人生巅峰。伏尔泰也曾经说过，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，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。凡是烂事本身就没有价值，你费心费力的争了，只不过是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，不仅让你浪费了时间，还会造成你精神上、生理上的损伤，不仅会影响日常生活，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了心情，把你做正事的时间、精力白白的消耗掉了，得不偿失。一个习惯在于烂事纠缠的人，往往都是格局小的，或是喜欢强词夺理的人，本身做不了什么大事，却喜欢以点盖面，振振有词，说些无关紧要的事。不与烂人计较，不与烂事纠缠，是一种素养，是一种睿智，也是一种能力。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，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，不仅会创造出成绩，更会让身心愉悦，无疑是人间最幸福的事。遇到烂人烂事，最好的方法是不计较，一笑了之。不纠缠不是懦弱，而是放下。我们都无法改变烂人的存在，也无法改变烂事的发展。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有什么事情总喜欢争个高低，什么事总想做到尽善尽美。其实有缺憾才是真正的人生。胜败究竟是痛苦还是快乐，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，而不是胜败的形式。一个人只要内心是丰盈的、快乐的，结果怎样都是无所谓的一件事。能改变的只有自己的心态。改变习惯，无事多读书。杨绛先生曾说，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。阅读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那些读过书都会融化在血液里，转化成气质的一部分。陈道明曾因饰演电视剧《末代皇帝》中青年溥仪一角一夜成名，许多剧组请他去演戏，他也开始飘飘然。直到1990年，陈道明在拍摄《围城》时认识了钱钟书。他在钱钟书家做客的时候发现，他们家里没有录像机，没有电视机，也没有电话，多的只有那一排排的书架。钱钟书的太太杨绛就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书。这时候陈道明才意识到，在文化的面前、学问面前，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连屁都不是。所以他在最火的时候，他躲起来了，开始不看电视，书房里的床上也堆满了书，累了就睡在一堆书中。季羡林都曾说过，陈道明的文学水平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。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，都会在某一时刻给你回报。读书的意义不仅是生活的避难所，那些看不懂的事、参不透的道理、走不出的困局，人生遇到的所有问题，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。人生的成与败都是自己决定的，学会改变，才能让自己越来越优秀。遇事不指责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；烂事不纠缠，学会解脱自己的心。无事多读书，找到生活最本真的意义。往后余生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踏踏实实的努力，人生一定会有灿烂的绽放。以上与朋友们共勉。济公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他是南宋时期的一位高僧，也是一位将门之后。他出家后云游四方，行善济世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他身为和尚，却喜欢饮酒吃肉，经常是破衣烂衫的，很随意，甚至有些疯癫的样子，很接地气。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他的诗词风趣幽默，富有哲理。他在圆寂之前留下了一首绝笔笺，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感悟和总结。这首诗叫《词是颂》，是宋诗道济的。这篇文章就是要介绍济公这首诗的背景和意义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济公这位一代名僧的人生智慧吧。济公俗家名字叫李修缘，浙江台州人。
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，祖上都是为人厚道、乐善好施。他父亲李茂春更是被当地人称为李善人。李修缘从小就聪明好学，在医学和诗文方面都很有造诣，但他却无心参加科举考试。他痴迷于研究佛学典籍，在佛学方面造诣很高。18岁的时候，李修缘的父母双双去世了，亲人的离世让他开始有了那种斩断世俗尘念、皈依佛门的想法。在父母去世之后2年，他毅然地选择出家。最初在国清寺剃度，后来又到灵隐寺拜师。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公子，文化艺术造诣和佛学造诣都比较高，所以济公一开始起点就很高。可是他在当时一些人看来，也是身上有些缺点的，一些比较随性的做法，让人不理解、不接受。比如他喜欢这个喝酒吃肉，可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所以当时有人就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行径了，说他言行出格，认为不是正常的人。有些僧人还跑去跟方丈告状，说他既违反禅门戒规，这样的人应该是责打出山门，怎么还继续留在寺里呢？听了这些告状呢，方丈慧远禅师微微笑了，他这么对众人说，法律之设，原为常人，岂可一概而论。他还在手作拿来的纸上批了这么几个字，佛门广大，岂不容易颠僧。这些话也蛮有意思的。是啊，讲规矩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可是有些人就是比较独特，他们看起来奇怪却不奇怪，看起来出格却不一定是出格。就比如济公并没有遵守清规戒律，可是在他看来呢，他虽然喝酒吃肉，却并没有背弃佛法，而是一心向善。总体而言，这些问题还是看一个人怎么看了。当时其实呢，我想那些人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服气的，可是很有威望的主持都这么说了，以后慢慢的大家也就不再总说济公了，开始接受他这个特别的存在。济公一生依然飘逸，他喜欢云游四方，常常是衣衫不整，寝食不定。他深知普通人的疾苦，有时候碰到有的人家人生病了，没钱买药看病，他就帮人们采办药食，帮人家治病，而且总是药到病除。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平事，他就帮人打抱不平，帮助被欺负的那方，反正就是总帮人解忧解难，广济民间疾苦，所以也深受百姓爱戴。济公还喜欢题字，他学富五车，写的一手好文章。虽然出身高贵，可是他的身上从来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陋习。他走到哪里，幽默风趣，总是自得其乐，也喜欢在所到之处提点诗句什么的，比如像一身破烂行天下，除恶惩奸辨是非等等，就是他写的通俗易懂，往往把内心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想表达出来。济公还写过不少诗词，比如他写过4首西湖绝句，还有1首临终之前的诗句，也广为人知。当代大师南怀瑾先生就对他的这些作品相当赞赏，称赞他说，若以诗境而论，诗歌他与宋代4大家的范成大、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，把济公的作品和宋代4大家相比还说毫不逊色，这也是很高的评价了，而且肯定也说明济公的作品是有过人之处的。这首诗是他在圆寂之前留下的，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感悟和总结。这首诗叫词是宋，是宋氏道济的。诗句是这样的：60年来，狼藉东壁打到西壁，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碧。这首诗看起来简单平淡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，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修行的总结，也浓缩了一生所感所悟。他在诗里说，辛辛苦苦60年，总算体验到了东壁打到西壁的境界了。那么什么是东壁打到西壁呢？其实这是一种境界的升华，那种求法者殷切的心情，
寻寻觅觅，凄凄惶惶地求到经路，经过一生，终于感觉到由色界追寻到一种所谓的空界，大概是这样的感受。可是经过如此艰辛的追寻，他在生命的终点上看到什么了呢？到头来回头看看医生走过的路，才发现60年来一片艰辛，一片狼藉。在开悟之前是水连天碧，在开悟之后也是水连天碧，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，是济公对生命的感叹。水连天碧是多动人的生命境界啊，真是让人们欢喜赞叹。走过一生的岁月，走过漫长的修行之路，终于见山又是山了。从厌离色界证悟空界，再回到色，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圆融境界。济公花了60年，整整一生的时间，走了很远的路，绕了很大一圈。这中间有多少的感受，多少重新认识，此刻又重新看到自我，重新看到这个世界。这大圈心路并不是白走的，他在生命终点的深情感叹，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智者在即将告别人世之前，向这个世界的那种微微一笑，挥手告别。人生在世，兜兜转转，忙忙碌碌，有的人可能以为达到人生巅峰了，有的人可能以为看破这个世界了，到最后才发现人生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平淡，赤条条的来，赤条条的走，什么也带不来，什么也带不去。无论怎样度过这生到老了，看山依旧是山，看水依旧是水，和生命诞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这生不管是功名利禄还是离合悲欢，都成为了过眼云烟。生命的意义或许更多的在于体验，而非争抢，因为那些身外之物是带不走的，只有留在心间的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，也是真正所需要的。所以他说，如今收拾归来，意思是放下所有的执着和纷扰，依旧水连天碧，回归本心和本性。这就是道气对内心更高境界的一种描述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和干扰，心若无尘，就能看到水天一色的清明和美好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济公这首诗可能也是把它作为一代名僧一生的经验传递给后来人，那就是珍惜当下，不做遗憾的事。至于什么是非成败，不必过多的太放在心上，因为灵了，只要不觉得虚度此生，也许就是最好的了。您说呢？也欢迎大家谈谈您读这首诗的感受，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。